高雄在地人閒聊，軍方用地為什麼這麼香？建商加價也要買哦。先說結論，軍方用地啊，就是那個地主是國防部，軍方用地通常怎樣？又大又方正，而且都在蛋黃區啦。當然那個偏鄉也很多，但是因為國軍發展那麼早嘛，以前它還是偏僻的地方啊，現在隨着城市發展，它就變成蛋黃區了。建商當然喜歡啊，又大又方正，地主又單純哦。嗨，我是買房阿元，訂閱買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們上一支影片聊了現代風的裝潢要怎麼做，還沒看過的話可以看一下。最近我發現了一台不錯的氣炸鍋，正負零氣炸鍋，我一直拿它來亂做料理，真的很開心呢。你看它顏值真的很高啊，長那麼好看是想要幹嘛？擺在你家的廚房，高級又時尚。它自帶透明的視窗，可以直接觀察你的炸雞薯條炸到什麼程度，而且隔着窗看着黃色燈光，我覺得很放空，看食物香氣開始四溢的過程非常的療癒。操作方式也很直覺，只要轉動溫度跟時間的旋鈕就可以了。我現在晚餐或是宵夜都自主加菜，就丟一小片雞排進去炸，又香又脆，沒有那麼多油留在食物身上，吃起來也健康許多。氣炸料理哦，食物不用退冰，冷凍食品啊，雞排啊、薯條什麼的，直接冷凍就丟進去，開始氣炸，非常非常的方便。你說幹嘛不叫外送啊？我叫給你看，是能吃啦，但是這個我心情不美麗。現在我用正負零氣炸鍋，酥酥脆脆，深夜美味。清理上也很方便，抽出柵欄就自動斷電。SGS 認證的不沾塗層，好清洗，沖一下就乾淨。連洗都懶的話，你就墊烘焙紙，接滿油的烘焙紙就直接丟棄。懶人做料理，廚房也能乾乾淨淨。那它的容量是4公升哦，我實測過，雞翅的話可以放4到6隻，一個人吃不完，2個人剛剛好。還附上綠油烤架與精美食譜。正負零氣炸鍋平常通路哦都在賣2990元，這次的團購只要2290元，瞬間折扣700塊錢，打了77折，免運費還有1年保固，優惠的時間有限，趕快點擊資訊欄連結把它帶回家。那今天我來跟你討論，軍方用地會變成高雄地王嗎？你知不知道在高雄市南高雄最精華地區的土地還是有很多非常漂亮的土地，一直都還沒釋出我講的就是軍方的用地。來，這次我們就來討論為什麼全台灣的建商都很喜歡搶着買，甚至是加價買這些軍方用地。如果你過去你錯過農16跟美術館，當然現在也不叫錯過，現在還不是滿血台積電，現在是殘血版台積電你現在要進農16美術館還是可以軍方用地附近的發展你也可以考量一下我們先來聊一下說為什麼建商喜歡軍方的土地第一個原因，產權很單純啊，開發效率超級高而且那個土地都整好了。你也知道一般的都更案光是整合地主拆遷協調可能就要拖10年以上，但軍方用地就一個地主國防部那國防部一旦決定標售釋出這是馬上就能取得大片的土地迅速去推動，而且那個土地的大非常的大，大到造鎮等級的大你要大規模開發，好幾個建商一起，這個都可以。例如說高雄左營的勵志新村勵志新村就是當年的政治作戰局然後標售了大量的土地，最後就蓋出來了勵志新村。第二個原因就是地點很好因為很多的軍營或是眷村它當年剛劃定的時候就真的只是一個荒涼的地方不然怎麼會有軍營在那裡？但是隨着城市擴張就變成市中心的蛋黃區，像左營的國貿不是國際貿易的國貿叫果貿，水果的果果貿地區，原本就是一個小眷村但是現在距離漢神巨蛋真的可以說是幾分鐘的車程。或是鳳山的衛武營從陸軍的軍區就變成現在的國家藝術文化中心，當然這就不是給建商啦，但是政府也很喜歡對不對？又大又方正，然後我去做重大公共工程建設，是很棒啊。然後你看衛武營到現在它是不是也帶動了三井拉拉鋪的商場的進駐？三井拉拉鋪你要特別注意，因為2026就要開幕了，今年就要開幕，然後我已經有拍會員影片了，对我的会员影片都是這種超前部署，也沒多超前
我這個頻道經營沒有很久，就是有的即將落成了，我趕快拍一拍哦，就讓這一個區域整個熱鬧起來。那也就是說，軍方用地哦，往往怎麼樣？腹地廣大，而且坐落在精華位置。它一旦釋出哦，那就能變成建商取得蛋黃區大筆土地的難得機會。那第三個原因是政府會助攻哦。軍方用地的開發哦，通常都是伴隨着大規模的公共建設。你一般的重劃區也是啦，你本來就是重劃完之後有相當的土地是要留給政府，不是說道路哦，而是政府它有一些公有的東西要用，什麼變電站、變電所哦、職訓局什麼有的沒的哦，這些然後污水處理廠之類的，本來就有留了哦。那政府也會同步規劃新建公園、道路、學校等等，所以對建商來說，這個就是政府幫他把基礎建設把它做好了，對不對？然後我只要蓋好，把人流進來就好。那再加上這個新開發的區域，街道會比較整齊啊，哦，也有很多綠地啊，居住的環境真的會比老舊市區還要更加舒適。當然，生活機能就沒那麼好。你就正在蓋，像那個三峽北大特區，哦，它正在蓋，哦，整個三峽北大特區還是個大工地的時候，怎麼會說它生活機能好？你頂多說恩主公醫院而已，哦。但現在三峽北大特區的機能哦，就整個都起來了，至少你跟以前比，你現在要吃喝玩樂通通都有嘛。例如說我舉高雄的例子，例如說高雄的第87期重劃區87期這不罵人，反正就是編號編下去這樣，你看都到87期了。我跟你說高雄的重劃區已經到100多期了甚至快200期了。那你看第87期前面還有86期，對不對非常的多啦。這87期重劃區本來是國軍的眷村，那經過都市計劃，然後那個土地使用分區變更以後，你要變更這個超級難，超級困難基本上不存在什麼土地財團的事情。你這一任政府去土地財團，你的在野就把你攻擊到不行，反正就是這樣。那反正他就變更成功以後，就規劃了25米林蔭大道去貫穿這個社區跟6座公園你看這個東西，一般的老市區怎麼會有？那你想要追求生活品質的綠地那你就會想要搬過去啊。你想要取得軍方用地，真的是很困難土地使用分區的變更，俗稱叫做地目變更那它在都市計劃圖上通常都是標注為軍事機關用地或國防設施用地。那根據我們台灣的都市計劃法，這種土地使用分區僅限國防用途你怎麼可以在上面亂蓋民宅現在是法治社會，當然信不信任司法是一回事，但是你真的沒辦法，你建商你通天又怎樣，你也不能亂搞啊。你們突然人家軍營在那裡，然後你就圈起來要蓋房子一定被公幹。總之就是你那個都市計劃變更這不只是地方政府那邊說變就變還要中央內政部國防部弄。那評估該區轉為住宅以後對周邊的環境、交通、人口負荷的影響規劃短叫做3-5年那現在我們看到的落成，這個都經過10年以上，所以這不是你想買就買，想變更就變更然後最後好了以後，它也是公開標售嘛，那我們那個有實力的建商繼續標。那它取得的效益是相當驚人的。例如說，台北的豪宅叫信義聯勤，你知道嗎？你光聽這個名字，信義好，信義就信義，信義聯勤的，這一聽就是那個軍方的用詞，對不對？九妹有去拍過豪宅開箱，那它的前身是什麼？是聯勤信義俱樂部，就是過去的國防部聯合後勤司令部的土地。然後後來被星光人壽買走，最後賣給元力建設，這樣元力建設蓋豪宅。元力建設早期也不是蓋豪宅的元力建設也蓋過在桃園等等的地方，台中也蓋過超大的社區，那個社區的規模到1000戶好多棟，可能到10幾棟這樣，然後每一棟都20-30樓，然後後來就轉型做豪宅的建商。那這個信義聯勤現在是1坪250萬的豪宅有都市傳說啦天後江蕙你爸媽那個時代的天後就住這裡面，所以你就知道為什麼建商會喜歡軍方用地了，因為地段又好，土地又大又方正，然後還沒什麼產權問題，乾乾淨淨，這誰不愛？再來你要知道，未來10年高雄房市的3大軍方用地那我也來盤點一下，在高雄地區有哪幾塊土地是軍方的，未來是有發展機會的首先第一塊地就是位於亞洲新灣區的205兵工廠，它的地點在高雄市前鎮區中山3路跟凱旋4路的，反正就205廠。這個你用 Google Map 你開衛星你看南高雄，你就會發現
你就是沿着捷運紅線走，然後走，哇，這裡有那麼大的空地，你跟衛星你就看得到，那邊就是那個205兵工廠哦。你是老觀眾，你一定聽我講過，之前 NVIDIA 還沒有落點的時候，還沒有落腳台北的時候，不是就星光突然有什麼問題嘛，然後大家在那邊吵架，然後那時候怎麼樣？就各縣市的市長都跳出來說，哦，歡迎 NVIDIA 來，澎湖都來喊，那高雄當然也有出來喊啊，高雄市長陳其邁跑出來喊說，205兵工廠這塊地很貴，但是可以給輝達用。這個潛台詞叫做輝達有資格用哦，他才有資格用哦。如果今天是別的小公司出來說要用這塊土地，那就我們大家都在研究。但是 NVIDIA 來吧，對不對？那這塊土地不用多做介紹，總面積57公頃啊，超大的。然後它又在亞洲新灣區裡頭，這個高雄市政府重倉押注發展之處，這怎麼蓋都不會差啊。反而要去考量的事情是，像 NVIDIA 現在確定不來嘛，那為了招商，我那邊要不要就隨便，反正有人想來就來。我個人是建議不要哦。那像那個我們現在根本就是地下市長，我是說那個都市發展城市建設這一塊，那個林清龍哦副市長，他一定也知道205兵工廠這塊土地有多麼難得，絕對不能夠亂用哦，不能這是一張底牌啦，就可能是撐起未來高雄50年發展的底牌，不然你現在哪邊找得到那麼大、那麼方正又在蛋黃區的土地哦？你說71期市地重劃啊，可能也行。總之就是他很懂，超級懂的，所以他也不會亂就把這張底牌這種毫無價值的把它打出去。但是他的問題在哪裡？這塊地太大了哦，只有像 NVIDIA、台積電或鴻海這種超大規模的公司才有能力一口吃下。像台北搞那個南港那邊搞那個什麼中信金融園區啊，它47公頃，你那個中信金融園區也沒有到47公頃哦，你看看，那你說直接打散啊，那我就蓋很多辦公大樓哦，我就來做企業總部或商辦搞得很像汐止的什麼東方科學園區那樣，好不好？不好，為什麼？因為亞洲新灣區現在已經有特茂山開發案了，高雄軟體園區了。如果205兵工廠再全部塞商辦，那就會造成區域機能過度重疊。我個人認為這就是廢掉這塊土地了哦。來，第二塊地，左營海軍眷村哦。左營一直是軍事單位啊，密集的區啊，就是海賊王不是有海軍本部嗎？對不對？我們台灣的海軍本部就在左營哦。那包含左營的海軍基地陸戰隊的集訓連在一起而已，桃子園那邊而已陸戰隊的基地，真的哦，你去那邊房子樓層也不用高，因為那個軍事的陸戰隊那邊矮矮的。那你就看那個操場，然後寫超大的字"永遠忠誠"，對不對？那個是不是一對新婚夫妻結婚哦？那個每天啊，那個老婆都要規定老公要跟他在陽台一起看，一起把那個"永遠忠誠"4個字念一次，然後再放老公出去上班。那因為台積電跟它的上下游就在楠梓嘛，左營到楠梓這一帶，直接就升級成科技走廊，也湧入了許多高新科技新貴那也出現很多豪宅案。也不要忘了。現在台積電真的叫做殘血板我講殘血板不好聽，殘血板好像是被打了快掛了。我要表達的是它 P1 到 P6 廠，現在只有 P1 廠知道怎麼講？發育中好了就還在慢慢剪尾刀要幹嘛還沒到推塔的階段，現在只是個發育的版本那它的工程師還沒有全部到位，現在那裡就供不應求所以未來幾年海軍基地附近如果還有土地釋出，建商一定會進攻的。你說房市不好，什麼蓋房子本來3到4年了那比較大有實力的就先進去了。來，第三塊土地就是剛剛講到了87期重劃區，這塊土地軍方用地進行活化後的標準範本。這裡本來是正氣新村、致遠新村這種眷村，但後面經過市府與國防部的合作重劃以後，就把整個地區的街廓給它擴寬，再加上捷運南岡山和樂購廣場、彌樂廣場的入駐。短短2年就讓這裡的房價從每坪我現在講岡山那邊是新的從每坪30萬漲到40萬以上，甚至有喊價實登有超過45的。但你現在如果要進去87期的話，沒有不行我是認為就是稍微晚一點。那最後你要知道這些地方還可以買嗎？我們也來講一下，即使現在房市看起來超級冷，那為什麼我還是很看好這些地方？我也知道說你看到各種建商搶地的新聞嘛，第一直覺就是又在炒作，官商勾結安諾都安諾。但今天我要告訴你說，建商搶軍方土地非常正常，非常正常。現在釋出的土地像205兵工廠這種超大，其實它
中間會開一條路了，它叫特貿 4D 哦，它有分左右兩邊，太大了，中間還要開路哦。但你看這種超大的蛋黃區的軍方土地，基本上都是市區最後一批完整土地。對建商來說，你買這些土地上的房子哦，就買20塊的台積電的意思啦。錯過了以後就沒有了，因為這種資源不可再生哦。而且不要忘了，這些地區的地段都超級之好。剛才我們也講了嘛，你看205兵工廠，205兵工廠它的區位真實是怎麼樣哦？是它往下走就是小港機場哦，往下走就直接接機場，然後它前面還有一站捷運站，就是那個營區門口那個捷運站哦，也可以到機場哦。也可以往北走到火車站，也可以到巨蛋，也可以到高鐵，也可以到台積電，真的就是個大動脈這樣。那這些跟那個左營海軍眷村啊，跟87期重劃區啊，這坐落位置都超級好啊。我也知道你下一個問題就是，釋出的土地那麼大一塊，那要是都蓋起來，會不會當地的房價直接供過於求哦，然後最後又漲不起來之類的？我的判斷是，你要相信建商的操盤，好不好？建商搶建到這叫搬石頭砸自己的腳，哪有那麼蠢的建商？如果有這個建商哦，那他也會被同業公幹到活不下去哦。大家都講好，然後按部就班，一按一按推哦，一路給他推上去，這樣就好了。好，那像我們剛才講的87期，建商光土地一坪已經買到72.8萬哦，那加上現在各種建築成本大漲，你覺得未來這麼一坪20萬賣給你，怎麼可能哦？所以他的底價就被鎖死了哦，他想便宜賣哦，不好意思做不到。好，那我們換個角度來看這個事情哦，如果你現在就先把旁邊還在20幾萬哦，甚至以下的中古買起來就抱着，那你等下蓋好啊，對不對？我亂講哦，開價哦，開出了一坪55萬，結果你買在他旁邊哦，你買20以下，你要怎麼輸？你就不要說什麼你可以漲1倍或者什麼，就你要怎麼輸？很難輸啦哦，就是做這種，我們中古流派就做這種，而不是說建商蓋新房子我們跑進去搶哦。所以啊，我們今天講的這3個地點，你會想要選哪裡？哦，那個我直接推薦你加入我的 YouTube 頻道會員哦，你加就對了哦，來追蹤高雄的重大建設，因為我都拍這種的，哦，你就會知道買哪邊最符合你的需求。講完了，我們整理一下。今天我們談到了軍方用地將如何影響高雄房市，以及為何建商願意高價去搶這些土地。好，我先分析了會吸引建商的3大原因，包含產權單純、土地在蛋黃區，政府會規劃起來，然後政府真的會去蓋公共建設哦，來加值那一塊土地，所以對建商來說，蓋這裡就不會輸，你知道哦。那最後我們也盤點了高雄未來10年最值得關注的3大軍方用地：亞洲新灣區205兵工廠哦。左營海軍眷村跟岡山第87期重劃區，結論就是這些土地在釋出以後，將帶動房市結構性的提升，那產生，反正那邊都 OK 啦，真的是 OK 啦。你要知道，我們現在房子什麼空屋率是多是一回事，但我們現在新房子的供應較嚴重不足哦。那你就看我的會員影片嘛，那看哪邊可能你娘家或是你老婆她娘家還是怎樣。在附近你喜歡你就去買，買了就給他抱着，就這樣。最後我想問你，你認為哪一個軍方用地會成為高雄下一代的王者？ A205兵工廠，我就選這個哦。B 左營海軍眷村，為什麼它在榜上哦？是因為那個台積電哦。C 第87期重劃區。哦，對哦。那講八卦之前先打個岔。長期看我的朋友都知道，高雄置產要找誰？找台灣房屋美術之星店林店長。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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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個 go， 免費的哦。那每隔幾天你都可以看到一些有增值潛力的房子被 po 出來。那跟我說好友已經加到超過7000人了，真誇張。那想置產台北市、新北市的朋友，就加台北101蕭店長的 LINE， 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買台北這樣。那讓蕭店來幫助你成為天龍人。跟我說已經超過2000人加入了。趕快加，越早加入越早挑案件。買了雙北，你想要裝潢，你就找漢一室內裝修啊。裝潢找誰不是找，就是怕被當盤子敲嘛。我就推薦漢一陳老闆，反正問不用錢。小老鼠漢一HANYI 漢一，你想要只做一間廁所的翻新，這都可以哦。反正你先問，拍照傳過去，去丈量討論之後再說。漢一很有實力的。資訊欄裡都有連結，那你看哦，全台房市冷淡中，
高雄的重大建設卻一個都沒有停。那你不趁現在挑房子，你是要等重大建設落成以後，你去搶貴的，你才高興是嗎？加入買房阿元的 YouTube 頻道會員，我把高雄自產增值的寶藏都埋在那裡了。如果你是蘋果手機，你記得你要用網頁來加，你不要用那個內建的 App 來加，不然會被多收蘋果稅。反正我就一直研究，一直拍。那能拉抬房價的高雄市蛋黃區重大建設，那有阿元看房系列，就直接帶你去看會增值的房子是長什麼樣子。現在加入就能獲得幫你整理的高雄重大建設，都不用猜。我自己也有買高雄，所以你放心，你看到的真的就是我自己正在身體力行的功課。現在就加入買房阿元的 YouTube 頻道會員，馬上加，馬上開始抄作業。最後提醒你，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你買在重大建設旁邊，配合政府的公益出租人的政策，做個好房東，守住房子，自然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剛看 YouTube 的後台，有 74% 的觀眾朋友都在看而已，沒有按訂閱。就這樣還有55000訂閱，那就麻煩你幫我按訂閱，應該不久後就10萬了。10萬有什麼好處？這樣我就會比較爽。對，按了嗎？按了哦，好，感謝你的訂閱。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講八卦，講八卦，其實不止啊，真是不止啊。大寮那邊也有嘛，也是一個眷村吧。然後之前不是還鬧出人命嘛，反正就是眷村的釘子戶不搬，那很誇張那到10000坪但他在大寮。然後那細節很多，就是他現在的土地使用分區才什麼1/2、1/3，就說那麼大，快超過10000坪的眷村，你要蓋起來只能蓋透天，不合理嘛，對不對？所以還要等慢慢等。土地蠻多的那高雄真的是土地很多，只是在市中心還要又大又方正，就很稀有。目前看起來就剩下205兵工廠不然就是71期市地重劃。但是71期市地重劃就火車站高雄火車站，你現在開 Google Map， 你開衛星你看高雄火車站你就說怎麼旁邊都是空的？對，那也就是71期市地重劃那邊就都談好了只是現在不蓋而已日升升要造鎮只是現在不蓋。這個我也有拍會員影片。總之就是這樣。然後你想說這個又橫跨現在夯台積電在夯是北高雄，然後我今天講205廠在南高雄一樣，都去找美術之星的 LINE 資訊欄也都有，你去找他就對了，因為他們是都有做啦，不會說這個在北高雄的房仲店，然後南高雄都完全沒有啦。那南高雄有多少觀眾買也是找他們觀眾朋友去找他們買，我都不知道，都是他們回來跟我報說，阿元我買這間怎樣怎樣，很好反正就是這樣。205兵工廠，205兵工厂亞洲新灣區，我們要相信那個林清龍副市長。這東西是這樣就是市長是要選的然後副市長副市長不止一個，你知道嗎？我以前以為說就班長副班長，沒有，副市長是不止一位的那林清龍副市長，反正就是之前也去台北去做過嘛，他真的很厲害，操盤都市計劃大內高手，他絕對知道205兵工廠的地位如何。你換市長那新任市長除非他有我就是要用自己人，不然的話那個副市长可以留着繼續用，你知道吗？下一任的高雄市長即使不繼續指定林清龍先生做副市長的話，他也一定會尊重他的看法，一定會變市政顧問，因為他太厲害了。現在的那個南高雄、北高雄幾乎這個規劃執行都是他跟他的團隊去弄出來了。205兵工廠，他們一定很曉得、很明白他的那個價值甚至我認為205兵工廠有要急着做什麼嗎？也不用。這我說真的如果我是市長的話當然是講幹話，我就讓205兵工廠怎樣繼續放生10年10年好像市長任期做不到反正我就是要放生我要留，我要一直留，故意空的為什麼？因為等現在台積電跟那個 AI 大爆發，好，那等台積電等 AI 大爆發走完了以後，請問下一個接棒的是什麼產業？誰知道啊？不知道啊。未來千變萬化，誰知道？所以要留籌碼那現在看起來就是北高雄的楠梓沒有那麼遠，真的，你捷運油廠國小就到了，就沒有那麼遠。油廠國小才那個嘞，才左營高鐵的下站嘞，2站捷運還3站而已，很近啊，真的很近。
北高雄那邊就是台積電為核心 ，OK， 這個已經落地，已經成真了發展中，等到它發展到滿血台積電應該是2028好，那南高雄去新灣區，新灣區現在也算大局底定，底定的意思就是說 AI 產業現在就是給 AI 產業去嗨嘛，什麼 5G、AIoT 反正就 AI 產業領軍就對了 ，AMD 都在光榮碼頭、領袖領航那邊放研發辦公室了真的，你放一個聯絡處，我都覺得很給面子了。我靠，你還放到研發單位，真的假的？不就跟我一樣一起去吃林雅市場嗎？掛包就這樣，不要那些年薪300萬，把那個掛包吃到漲價了好，然後那個光榮碼頭，然後亞洲新灣區的高軟裡頭現在已經都是大咖了，什麼 NVIDIA AWS Cisco 那通通都有。Cisco 不在高軟裡了，他在那個誠毅酒店那邊。我要表達的事情是，反正就是硬體在台積電北高雄確定了，然後軟體在新灣區在高軟這邊為核心也確定了205廠你先不要，先把這個留起來，等到這個 AI 大爆發，隨便你要噴到什麼，像現在 GPT-5 嘛，对不對？改天變成 GPT-20這個版本的時候。好，下一個這個產業改動的計劃要來了。好，我們高雄突然可以這樣端出一個市中心又大又方正的土地進機場，我靠，對不對？這就是競爭力，這個就會倒逼說，哇，那個產業沒辦法。假設下一個世代的王者，這我亂講我要開始講幹話。我認為下一個可見的、肉眼可見的機會就是2個，第一個叫機器人當然鴻海在做電動巴士嘛電動巴士也是一種人啊，它只是那個人長到車子的樣子在地上跑第一個機器人 Optimus 那個 Tesla 嘛擎天柱啊，然後中國宇樹科技為首，一大堆就是機器人的產業，這是肉眼可見它會夯起來的東西。那第二個產業跟台灣比較有關係，因為台灣代工能力那麼強跟台灣比較有關係是那個眼鏡不是 Apple 那種Vision Pro 戴着那種，沒有，就是眼鏡就長這樣它只是有一個 camera， 然後有一個骨傳導的耳機，然後幹嘛的就是讓 AI 也要看到你看的世界的這種叫智慧眼鏡，這很明白。雖然我這是房地產頻道，但是有在了解這些東西，這個趨勢很明白。那現在在這個 AI 眼鏡的賽道上走的比較前面的，你可以這樣想，就是 Meta 就是臉書。好。那假設這個 AI 大爆發先噴，慢慢噴噴一噴，然後機器人什麼的開始要弄，台灣有沒有哪一個地方可以直接端出一個又大又方正的土地，然後怎麼樣又不缺電？高雄自己就有發電廠啊，我那會員影片東南米勒廣場不是直接拍給你看，小無限城市區裡的發電廠沒有空污因為它燒天然氣的那出來水蒸氣又給它導回去水裡面幹嘛有沒的？運作中它發電的負荷量都是97、98的這種它是運作中的但是你天天從那裡路過，你也不會覺得怎樣它什麼燒天然氣 LNG 船，我不知道，船也沒有開到那裡就是用管線直接從高雄港這樣打進來這邊發電。現在中華路也在做一大堆挖地下的工程啊這個從南高雄一路給它挖到北高雄南高雄在 IKEA 那邊都有就是亞灣智慧公仔那邊也在挖你就覺得說怎麼工程那麼多，一路到北高雄現在都還有工程，那是幹嘛？那個重新弄電的事情，電力的事情拉給台積電用的很猛啊。那下一個世代如果又不缺電，市區又高大又方正的土地這個可以把高雄再往下去撐個10年20年對啊，我認為205兵工廠是有這個資格的所以千萬不要去當什麼小牌這樣就亂打掉，然後又變成我蓋了好幾棟商辦，然後裡面的阿薩布羅公司連那個地下賣藥的廣播電台裡面都有辦公室，這樣就不好了我認為是這樣，副市長很懂啦，靠他的操盤沒有問題，先把這塊土地留起來留着等以後再用。你現在要噴也噴的，那台積電不是 OK 然後再來是新灣區新灣區今年還要落成高軟2期3棟建築物。現在真的沒有什麼理由要去用到205兵工廠，留着再說那如果你附近要自產或幹嘛，一樣可以聯繫在北高雄的美術之星。來，你認識律師朋友嗎？沒有的話，你馬上就要有了。我在高雄好不容易才認識的超強律師朋友介紹給你，聽好
婚前財產分配、婚後財產分別、買賣房屋糾紛、買到漏水屋、買到凶宅、預售屋廣告騙人、前屋主不肯搬走、仲介隱瞞事實、擔心合約有陷阱、樓上漏水不修、遺產分配不公、贈與小孩房子、擔心房子被詐騙、借名登記不肯還、遇到裝潢蟑螂、驗屋驗到想告人、室內裝潢糾紛、法拍屋糾紛、車禍賠償糾紛、家人遇到詐騙、土地被霸佔、遺囑相關問題、對付二鄰居、對付二房東、對付二租客。剛念的有中一個你就加了馬上就問。賴的 ID 是小老鼠 low help， 小老鼠 LAWHELP 加就對了，不要拖，法律事情越拖只會越難處理。祝你順利。